我和我女朋友认识5年了，在这5年时间里，我们有过很多磕磕碰碰。我很不听话，经常惹她生气，甚至还动手打过她。但是每次她都原谅我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有2个孩子了，我也自己意识到了，我应该担当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应该给她一个温暖的家。我已经听话了，我已经改正了，我已经打算好好的去工作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不跟我去领这张证。这次我就想借助天津卫视这个节目，让张居安们劝劝他，我们一起回去把这个证领了。过年的时候我们办个酒席，以后很幸福的过下去。这是一个2个孩子父亲的心声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女人不愿意嫁给他？今天我们能不能帮她完成这个心愿呢？各位掌声请出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谭25岁，来自江西，职业汽车销售；女主人公小李24岁，也来自江西，她的职业是茶叶销售。来，有请2位。2位好。24岁啊，2孩子的妈呀。对。老大多大呀？今年是5岁。19岁做妈妈了？没有，20岁。那哦，你说的是虚岁是吧？对，我们那边都是这样。老二呢？老二4岁。干嘛不结婚呢？以前怀上小孩就生下来，也没有说想那么多，因为有爸妈照顾嘛。然后感觉刚怀孕的时候呢，1、2个月还好，过了一段时间就夜不归宿，在外面玩。然后我打电话给他，要不去关机，关机之后，然后还出手打我，甩了我2个耳光，直接出气。反正就是不管你，不甩你，不理你。等于你怀大宝的时候，他冷落你，同时还动手是吧？对。那怎么后来还有老二了呢？就是我父母嘛，也是比较传统的。他说，你跟人家男孩在一起又没有结婚，只是订婚，假如分了，人家就会说你这个女孩怎么样，传出去的名义不怎么好听。接着又怀了我第2个孩子，是儿子嘛，就觉得生下来他应该会乖，但是一样履行不改。也还是冷落你，打你是吗？对，甚至我生我小孩坐月子嘛，连饭都没有吃，他也不管你，也不会说到医院送饭给我吃。小孩生病了打他电话他也不管，我就抱着我小孩在那里哭，他也不管，也反正就是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。小谭，你给解释解释为什么吧？那时候小，年轻。你不能老是用小来概括你所有的错，甚至我还比你还小。那时候光顾玩，就知道去外面找哥们玩，就感觉做父亲了这么快，不应该，我应该还小，我还要玩。玩什么呢？就是泡吧，网吧，上网，晚上泡夜店，然后经常出去，多达半个月不回去，然后回去，他说我也就哄他2句，他就好了。都是他宠的这样。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有孩子的？其实也不算谈恋爱了，是我哥是他跟他从小在一起玩的兄弟嘛，觉得他人很好，就说怎么好，怎么顾兄弟，反正就是说他好，我也不了解，反正他就天天去我家，我父母也觉得这个男孩是还可以的，最起码自己有主见，觉得他这个男孩以后应该是我的依靠。没多久我们就订婚了嘛，订婚在一起啊，刚开始还好，就是那样。那你能不能不说我以前？你现在你自己什么样了？我什么样了？我现在就是以前没有那么顺从你嘛，以前你什就是没头脑，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那我问一下，其实在这里面有这么长的时间，都有机会去领结婚证，你们都没提过领结婚证、结婚这件事儿。我们那边订婚了就跟结婚了一样。订婚了，她就是我家儿媳妇了。那现在你是想？我是想跟她结婚，我们领个证。我现在领会到了，我应该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，应该承担起一个家庭。你不愿意领？她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就觉得他现在还没有成熟嘛，也是想让他改进一点，稍微给他一点压力嘛。什么压力啊？就是自从你开始做那个茶叶销售以后，要不就是跟老板出去跟客户喝酒，他以前从来不喝酒的，然后一喝3瓶。什么酒喝3瓶？但是你不好好工作啊。他不喝酒的以前。你不好好工作，你根本就养不起小孩，甚至我跟你在一起这些。我没好好工作吗？我现在兼2份工，晚上我等于是我现在做2份工作，白天的工作是卖汽车，
从8点钟上班，要上到下午5点半。然后晚上有一份工作是快递公司的一个司机，将近9点钟开始从我们那出发，将近开300公里的来回。我凌晨3点，将近3点才能回到家睡觉。我每天就这么工作。但是你一样没有回家睡觉，你还是比较喜欢在外，跟以前差不多啊。我不回家睡觉的原因是你可以赶回来啊。是开长途车，在路上困了，我在车里面休息一会儿，我必须那样。那就是理由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去外面继续玩？我不可能再去泡吧了。你是不放心他是吧？就觉得还是跟以前差不多，也没改变多少。他就是怀疑我，他还叫店里女孩子，他们店里的那个同事打电话，化妆我以前的女朋友约我出去玩。我说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我什么时候有以前的女朋友打电话给我？我特郁闷，还拿那 QQ 号。但是你的前女友以前也有打电话给我啊，她说找你啊。那是以前嘛。但是我没有跟你说过嘛。那我现在已经变了呀，我怎么知道你又没变？你还是一样没有回家。我不回家是因为我累了，我困了，我在车里休息一会儿，我睁开眼我才能再开回来，要不开疲倦车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疲劳车很危险的。以前那样在外面玩不一样没死，还是一样玩得很开心，不管别人死活，打电话要不就关机，要不就按掉。对，我这些承认，我以前的错误我都承认。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出去玩了？年前吧，大概今年的稍微2、3个月而已，以前一直都是那样。你说我以前哪份工作干得过1个月？你看我现在，我真是变了。小谭是什么促使你有这么大的转变？我就是看了好多，就是你们这个节目，然后有好多期都让我看的流眼泪、哭。你去夜店玩还有时间看我们这节目啊？以前去夜店玩，现在不去了。就是近几个月，年前我就看你们节目，我从第1期一直看，全部都看过，我1期都没落了，就在网上看。是吧？啊。所以你觉得你的生活态度要改变？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，我应该弥补他，我欠他的太多了。我说我应该做出点什么行动。他就是死活就是不跟我去领这个证，然后就让我多心，我就感觉他是不是因为我们2小孩，然后就跟我们在一起了。如果没这2小孩，他有可能早走了。就是你心里其实是爱他的，是吧？对，最近一段时间4、5个月，我才发现我特在意他。我平时开夜车，然后在路上跑，也一个人，然后我就想我以前对他做的那些事，然后自己就流眼泪，然后就给他打电话，他不接的时候，我就特着急。然后后来他接了，我就很凶，我说你干嘛不接电话呀？他说我陪客户吃饭去了，喝了3瓶酒，我一下都懵了。我说你喝3瓶酒，我说你喝半瓶，你全身都红。就算我喝了酒，我们老板也不会怎么样，我们老板只会护着我啊。人心叵测，我跟你说。那你有本事你就不要让我出去工作啊！我现在是在努力啊。你只会嘴巴上光说是。我听明白了，小谭，你是害怕失去他，所以你想抓住他是吧？我一个是害怕失去他，一个是我欠他的太多了，他为我做的东西也太多了。哎，按理说我觉得你应该是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自己的先生以前是那样的，突然之间他做了一个大的转变，而且行动上他也在变。但是他以前也是那样，就是他错了我以前也说过改，然后就是没改，甚至还在地上跪着求你，然后流着眼泪说：“哎呀，我会改啊，怎么样？我是原谅你了，但是你以后还是一样。”说甚至我原谅他之后，他还会一样打我，还是一样履行不改。然后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再回来，爸妈会帮他还，但是以后没有爸妈怎么办？小孩怎么办？你现在在外面还有债务吗？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。有，现在还欠3000吧，大概。你这些钱都干嘛？怎么欠的？玩牌。能戒赌吗？我已经戒掉了，这4、5个月一直都是工作，但是你年前的时候还有玩。年前那是过年那段时间嘛。对啊，还是一样玩，只是这几个月稍微好一点。你赌博欠了多少债？一共10几万吧。输掉了。谁帮你还的？父母帮你把钱已经还完了。父母啊，还有姐姐都帮他还。一部分是父母，然后一部分是自己赚的。以前我不是做这些工作的，以前我是在夜店里面当驻唱，然后做 DJ 的，收入也挺高。后来为什么不做了？就是因为他嘛，他也不让我在那些地方待啊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找个稳定的工作，我现在工作挺好的，做汽车销售。然后你为什么就不能？哎，我真想不通。我真改了呀！我以前还想不明，我那么为你付出，为你就是没有名分，我都为你生了2个小孩，你还打我，还不管我。我知道，我不改的时候你倒相信了，我真改了你不相信了。
哎，你知道这就是因为为什么？欺骗的太多，相信你的太多。对对对，那你父母是个什么态度啊？他现在这个态度？他父母不知道呢。我就不会让我爸妈知道。如果我跟我爸妈说他打我，然后夜不归宿，在外面欠一屁股债回来，那我爸妈肯定会很伤心很难过。我就不想让他们伤心难过。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态度？是说要跟他分开，还是说维持现状？你的态度是？我觉得没有结婚证更好吧。我也不想要他们家的财产怎么样，不想要那些，分起来更方便一点，更快一点。你是想分了吗，姑娘？我只是心里这样想而已。你有这个想法了是吗？有，以前也有过，但是他每次我相信一定会有，因为一个女人在孕期的时候被孩子的父亲那样去对待，一定会想离开他，恨都恨死了。对，但是我每次都原谅他了。那你现在想离开他吗？我现在就在想我小孩怎么办。你说我们两个吵架嘛，他没有回来住，我女儿会说，他说妈妈你一个人睡会不会哭啊？然后我当场我就流下眼泪，我说我女儿才5岁，她就知道爸爸不在家里住，在外面玩，不管她。我没有，我是在外面做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谭，如果他要求你说你不要做那份工了，他宁可你白天上班，我下了班回家就陪伴他们，你会放弃吗？我会，但是我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我在做汽车销售这行才几个月，我想自己手头上有一定的客户源之后，我再把晚上的工作辞掉，他就能舒服一点，咱也能轻松一点。你现在为什么非要领个结婚证呢？你变好了，他也不会走嘛，你怕什么呢？关键是我不领这个证的话，万一他现在在那个茶叶那里公司上班，万一有一个什么比我好的或者怎么样的，有这个人吗？现在没。那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怕吗？毕竟我以前对他太过分了。我基本上听明白了，老师们可能还有很多问题，也有一些想法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孩看了很多期的《爱情保卫战》，就是产生了一些内疚，可能有内因有外因。内因是可能自己真正的成熟了，外因我觉得就在于女方之前你是没有工作的。对。我个人觉得转折点在这儿，原先他是经济上是对于男方是有依靠的，情感上那自然而然也有依靠。现在你有了工作，有了经济来源，有了自己的一个圈子，你已经越来越独立了。如果我们把爱情或者婚姻比作一个跑道的话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之前是女追男，对，以前我天天黏着他，什么都黏着他。而男的根本就看不到女方的付出的。对对，以前我现在转变来了，现在转成男追女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女的独立了。而男的产生了恐慌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，告诉我们电视前所有的女性，如果你想改变一个男的，绝不是追在他屁股后头，哭喊着哀求的让他转变，而是让自己强大。回到你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哈，我觉得先对男方来说，女方对你的态度就是你在为原先你的过错去买单。对，你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你真心的爱去让他感受到。我心里还有一种感受，就是他想让我受他以前受过的苦。报复我，我特有体会。以前他打电话给我，我不接，按掉，甚至关机。他有时候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不接了，对呀，放着，然后我心里特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也知道当时他的感觉了吧？对，那我就体会到了。这是你自作自受。我是自作自受。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去抱怨他，你要用更多的付出来追回他可能即将消失的对你的那颗爱。对，不要让他受伤。女孩两方面跟你说啊。如果说我们盼望一个浪子回头的话，那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。但接受一个浪子回头，那是其实是可行的。过去的错，其实让他过去，往前看。一个浪子已经在你面前，他已经回头了，所以应该我觉得是给他机会。第二点，你还有2个孩子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认真的考虑一下。他那个话真的得仔细听一听。盼望浪子回头不靠谱，但是接受一个回头浪子可考虑，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生活是最长的，你是最了解他的。他这次跟以前有不同吗？还是就像过去那种所谓的回头那都是一样的？稍微变了一点，会努力去赚钱了，然后发了工资钱之后拿回来。其实是这样，我非常讨厌你。对，我虽然讨厌自己，对，你知道我是非常讨厌自己，但我也不可怜他，我可怜那2个孩子。
19岁，他也不大，工作也没有，甚至没有结婚就敢生孩子，一生还生2个。你想一想，4岁跟5岁的2个孩子，在家里面等着，爸爸不见了，天天等爸爸。你知道他们有多依恋父亲吗？你知道他们每天要喝多少奶粉，1个月养活他们要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他们有多需要亲情的关怀吗？你知道未来培养他们要花多少精力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敢生孩子，怀孕期间还敢打女人。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人，100个女人站在我面前，我都劝他分手。他说他不相信，当然不相信，要我也不相信，凭什么相信？一次次说改，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你把这个女人的心一伤再伤，到今天你就回来说啊，我这2个月改了，凭什么相信你啊？2个月前你还在赌钱呢，你现在说不赌就不赌了。你今天站到这儿来，不就是他没有给你安全感吗？你就怕他走了吗？就怕他找到更好的吗？是不是？就因为他现在独立了，不再是你笼子里的金丝雀吗？一个男人要让女人有安全，其实是很简单。最早的时候，你让他觉得有爱，他就有安全。之后你说，哎，我能赚足够的钱回来，他就有安全感。再最后，实在什么都没有，你人在他的身边，他就有安全。你说你要浪子回头，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要了解他要的是什么。你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，而不是说我去努力再去挣点钱。你这究竟晚上去干什么？谁知道啊？对不对？我得赚钱呀。那他你要把你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去拿来陪孩子、陪老婆，之后的时间再去赚钱。等到老婆跟孩子放心了之后再去赚钱。这句话听懂了吗？我如果再在家里面的话，他又会说你又是在家里面，你会吗？他又不是没说过。我现在没有说啊，我以前会说啊。现在会吗？不会，现在不会。好，你听他的。最后我再说一句话，以后你再动他一个手指头试试。那是他先揍我的，他在大街上揍我，然后我还是等回去了，我只是推了他一下。你问他，没那么严重我。他打你吗？打，还拿砖头。那也是扔了，也没碰到你。我反正最起码有那个行为，如果我再说他就甩。结果呢？只是我示弱了。好，来，涂老师，老乡来了，江西的啊。南昌的嘛，2个。福州的。男人是多情而长情，女人是痴情而绝情。女人在痴情的时候，男人就多情；女人在绝情之后，男人都变得长情。所有不羁的过去，害了自己，也透支了别人的信任。如果真的是浪子回头，还真是金不换。但坦率的来说，我觉得你是有所悔悟，但你并没有真正的浪子回头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不相信承诺，我只相信时间。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的意识到自己曾经对他的伤害，你今天不用到这儿来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。你无权对他再提任何的要求。如果你只是无尽的忏悔，你完完全全可以照顾好2个孩子，然后对他做好关怀，做好自己的贡献，却不提任何一个要求，这才叫浪子回头。把你的实际行动拿出来，做好你自己的事儿，让时间作为见证，看到你心里的回归，做一个好父亲，一个好男人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自然而然会心怀欲转。至于女方，我想说的是，一个曾经的浪子在你面前无尽的忏悔，远远胜过于你再去找一个衣冠禽兽来欺骗你的未来。好歹打打骂骂这么些年了，这男人你也算是了解。但如果这会儿你再出去找一个，不管是说孩子，还是说你这种幼稚的本性，再上一次当，再受一次骗，人能有多少青春来损耗？让时间来做见证。前一段我总在网上听人说什么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也不相信男人张破嘴。我就说男人怎么这个嘴这么不值得别人信任？这位小兄弟其实一直这么多年来跟老婆解释、忏悔，
他老婆也是伤口好了愈合了，他回来再去伤痛。那这回我看他好像是有点往心里去了，他有撤回之意。我希望给他们个机会，允许走弯路。今年现在25岁，我感觉这小子还有志气，他还能行。路在你脚下，好好走，你媳妇儿能感觉得到。徐老师这些老师里面唯一一个女性，从你的角度来看看他们怎么解决的？我觉得他俩就是这个孩子生得太早了，还生了俩，我觉得孩子太可怜了。你们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，自己还没走上社会，还要父母养着。你知道要养一个孩子有多难吗？等孩子再长大点上学了，这教育孩子也特别难。在这地方我特别心疼你们的父母，在照顾你们的同时还照顾俩孩子。所以我觉得男孩子你比女孩要大一点，你赶紧成熟起来吧，赶紧长大吧，好好教育孩子，好好养大孩子，还要孝敬父母。你们的父母太不容易了。我心里其实挺冲突的，挺矛盾。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男人真的罪不可赦，但实际是刚才一个细节争吵的时候，我又还原了另外一幅图景。我相信对于一段情感的维护，其实女孩子还有自己的责任。我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？也有考虑过。好，那实际上面，我们如果基于这个来说的话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。比如说你的离开是一种权利，你留下来也是一种权利。但是涂老师刚才说的话其实已经提醒你了，宁可要什么什么，不要什么什么，请你记住了，一定记住了。所以这里面就回归到你自己的一个逻辑上来了。你肯定是矛盾的。你们说了用时间去证明，也许我这个时间没到，他走了，我不是白证明了吗？我完蛋了。没关系，就算好，他走了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你的改变，我不希望你是因为他改变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真觉得你错了，你的改变。对，如果说他走了，我还是会这样的。因为你要为你自己和孩子改变。对。而为什么他会走？那是因为你自己过去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你要承担这个后果。对。如果你想清楚是这样，我觉得就非常好。接下来其实是有一个选择权利的，好好的跟你对面这个女人说1分钟的话。我觉得对于您来说，我想请你思考的这部分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痛苦了。当我们看到希望的时候，我们是迎着希望而走，还是放弃这个希望？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时间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咱们风风雨雨5年过来了，你经历的也很多，我做的也很多。甜言蜜语我也不说了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能一直继续走下去，把小孩抚养大，让他们上好的学校，接受好的教育。其余我也不说了。还有就是我真的改了。或许你最近是改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你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。让时间去证明吧。我不说我会还是不会，你自己在以后的时间看吧。时间到，来，请回。请关门。这一段感情其实听起来挺让人心痛的，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这个感情。对于他们俩来说，这段感情都挺累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如果你是女孩，你们会原谅这个男人跟他一辈子走下去吗？前提是他改了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18.75%的观众朋友选择分手，而且我们这个调查是有个前提条件的，就是这个男人改了。在这个前提下，还有18.75%的女性观众朋友认为我不能原谅，我不可以原谅。所以这个结果恰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尤其是情感生活当中，真的不要去伤害，一旦伤害，后悔想挽回就会变得很难。接下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一起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
1。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有悲有喜，热情内情感走了意，就是爱你，爱着你。来，过来。我把你的出来当成是给他一次机会。今天我不想举行那个仪式，我发出一个邀请，好不好？再过半年。如果这小子这半年的时间变得还真不错了，我们就邀请这小子回来，带着你回来，在这个现场向你求婚，我们一起来见证你们特别浪漫的那个时刻，可以吗？等于给他一个时间，行吗？可谈啊，行，这事儿好做，要坚持啊。老乡还有什么话送给他吗？我要问他一个问题啊，爱情保卫战到底哪儿好看？从第1集到后面全一集都没拉，我都没看过。他最喜欢你骂人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骂人了，我也改过自新了。回吧，2位，我们等你们来啊！我觉得这个时刻我们都挺期待的。半年以后见，谢谢2位，请回。